在制造业领域中，中国算是一个制造大国，但却不是制造强国。而这一字之差，却代表着整整30年的差距。我国工信部部长曾点名指出，中国制造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。在全球制造业的4级梯队中，中国目前处于3级梯队。我们先简单说下4大梯队。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，主要以制造创新为主。第二梯队则是高端制造领域，包括欧盟、日本等，以高精尖设备制造为主。第三梯队则是中低端制造领域，主要由一些新兴国家组成，包括中国。而第4大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，包含石油输出组织，还有大家熟知的非洲、拉美等国，以资源换取技术与设备。欧盟、日本的第2梯队与中国所处的第3梯队区别在于，一个造得好，一个能造，而两者之间却相隔了10万8千里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还未攻克的一项尖端技术——高端轴承。轴承就跟芯片一样，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，小到自行车，大到民航飞机，甚至军用核潜艇、航母、空间站等等。此外，轴承的种类也极其庞大，多达几十种，共分为低端、中端、高端轴承。跟很多领域一样，在轴承行业，我国已经攻克了中低端轴承，目前正在往高端迈进。此外，中国还是超级轴承大国，早在2014年产量就已经达到196亿套。中国所生产的最小轴承直径为0.6毫米，最大直径可达11米。除了满足自己使用外，还销往香港与东南亚地区。不过，在高端轴承领域，我国还是得从日本、德国进口。目前，高端轴承的研发主要被美国、瑞典、日本、德国各大巨头垄断。他们从中国采购原材料，然后通过自己的工艺加工成高端轴承，再以10倍的价格卖到中国市场，而我国还必须购买。作为机械设备中必不可少的零件，轴承支撑着机械的旋转体，并要降低其摩擦系数，保证高精度回转。国外研制的高端轴承一般实际寿命为设计寿命的8倍以上，最高可达到30倍，其可靠性为98%以上。而国产轴承的寿命一般为设计寿命的3到5倍，可靠性为96%。如果对于普通机器而言，使用这2种轴承其实都差不多，但在高端设备领域就无法接受。例如中国研制的 C919 大飞机能竖立硬币的高铁，它们能保持持之以恒的稳定，就是依靠从国外进口的高端轴承。如果国外禁止出口高端轴承，那可能中国的大飞机就飞不起来，高铁也不会跑那么快。目前高端轴承生产主要分为2方面：原材料与加工工艺。据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专家透露，一般而言，在钢铁行业，8个 ppm 的钢属于好钢，5个 ppm 的则属于顶级钢，正是高端轴承所需要的。我国早在2011年就开始研发高端轴承原材料与相关工艺，好的是，如今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。在工艺方面，中国本身就是轴承生产大国，近些年攻克了诸多轴承生产工艺中的难点，掌握了其内在质量控制的核心技术。而在原材料方面，我国在炼钢过程中进入了稀土，使原本优质的钢材变得更加坚固，这也是目前我国解决高端轴承钢的技术方向。材料和加工工艺如果有了，下一步就是制造。高端轴承还需要专业的轴承制造设备、高精度机械加工、检测、实验等一系列技术难题，还需要接触力学、润滑理论、摩擦学、热处理等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支持。如果想制造出高端轴承，这些技术难点必须一个一个突破。同样，看到高端轴承的作用，我们也明白它跟芯片一样，都是中国必须要掌握的核心技术。就目前而言，我国虽然有不小的差距要追赶，但经过这些年努力，已经有了不错的产业基础。此外，政府对高端轴承的国产化也一直非常重视，除了给相关企业提供相关支持外，还列出了一系列目标。根据规划，在2020年前，我国大型风电机组的轴承自主化要达到90%，到2025年，高速精密触控机场与高速动车自主化也要达到90%，而到2030年前，高端轴承技术要与国际水平持平，并且要自主化生产，要满足国内市场90%以上使用率。
除了高端轴承外，其实我国还有许多尖端技术与设备需要突破。中国的制造业不会一夜之间强大，但也不会一直弱小，也让我们期待更多的国产化设备早日到来。